嘿，今天玩玩具了吗？金色的火鸟哥哥不是中医诊所外面的那一尊哦。本集来看看由好微笑出品的乐合体太阳勇者火鸟号。登场于作品《太阳勇者》，是勇者系列的第2部作品。世界观是接续在第1作勇者艾克斯凯撒之后的9年，有一个自称是宇宙皇帝的邪恶能源体要跑来地球为非作歹啦，还跟在地协力者邪恶的坏蛋博士联手，真是有既视感啊。而在地的正义科学家早已经准备好要对抗他们的兵器，先不论他的经费从哪里来啦，但后来还是靠着被称为宇宙警备队的外星能源体与博士的兵器做结合，才能够与这个邪恶势力来对抗。火焰喷射机，在地的正义博士所制造的多功能战斗机，平常停放在他自家研究所的地下室，到底哪里来的经费啊？设定上只能在大气圈内飞行哦，不过替换推进剂之后也能够在宇宙中航行。除了一般攻击用的武装之外，还有搭载救灾用的灭火弹哦。对照原设定，本款是可以完整变形合体的产品，所以上面有一堆非平整面，还有螺丝孔也是很合理的。还原度也算是很高啦，比例上也为了要因应其他的模式会做调整，也是无可厚非，算是处理得很不错了啦。从肌肤来看，当然就更惨烈啦，各种镂空还有岔开的2条腿。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啦，毕竟多数人都还是会变形成机器人来展示吧。机头的驾驶舱是可以开启的哦，座舱该是2段结构，后面的结构比较紧，打开的时候要温柔一点啦。里面有重现复数座的构造，但是要搭载火鸟哥哥的话，就必须把驾驶座给移除哦，然后整个火鸟哥哥才能够坐进去。此形态的起落架是完整重现哦，机头的主起落架以及主翼2侧下方的起落架都可以展开，3个起落架的轮子都是可以滚动的哦，尤其后侧的起落架单边也是使用4轮来完整重现，没有偷懒，这个有加分。火风号，古早时期我怎么记得是叫烽火号啊？总之，它是一台无人的支援战斗机，从外形来看就知道是用炮击来支援，另外可以跟火焰喷射机合体哦。这一看就知道是合体部件嘛，但是原作中合体之前是不会有火鸟纹跟周边的火焰纹，若这边有附属替换件的话就更加分啦，可惜本款并没有。要与火焰喷射机做结合，尾部有2个接点，接在火焰喷射机的中段位置就完成啦。火焰喷射机变形，本款的合体机构是以原作做基础，所以整个还原度相当的不错。首先机头折下来，2边的小记忆往内折，把人形的头部给翻出来，然后盖板盖回去。2边白色的部件翻折，要记得中间的小零件也要翻折哦。蓝色的部件中间先把它戳出去，再把整个大块给翻折过去。接着把后端的区块还有双脚分离，然后整个区块往上翻之后扣上扣垫，小腿扳正之后把记忆收起来，脚掌翻正之后整个脚掌往前推，接着小腿转向之后再从大腿把整只腿都转正，然后双脚合并，膝盖翻开，双手翻开，肩膀装甲也翻开，炮管掀起来之后转向再折下去，然后手臂拉开，腰部扣点往上翻开之后往后折，手臂根部内推，然后往身体内折，把拳头翻开之后前臂转正，再把整只手臂给往下转，胸前的装饰向上拉，2侧转向，最后把火鸟哥哥给对折，装在胸口就完成啦。火鸟号，火焰喷射机变形而成的人形形态，需要跟火鸟哥哥合体才能够变形哦，也是一般的战斗形态，具有一定程度的作战能力，可是本体的攻击力相当有限。对照原设定，乐合体的勇者系列目前都还是以还原原作为主，但就这个目的来说，本款在这个形态也表现得很好，仅在外形比例上做因应变形机构的调整，也因此原设定显眼的巨大肩膀装甲在本款身上就比较没有那么夸张啦。另外就是为了合体后的身形比例啦，这个形态的前胸会比较扁平，还有在逆向变形的时候要移除火鸟哥哥在前胸会有个小开关，往后压火鸟哥哥就会自己喷出来了。武装合体，
火鸟号头部两侧的小翅膀先收起来，火风号的两管炮翻开，头盔也翻开。把头盔拿起来之后打开，整个机身向下折，中间两侧的接点要接在火鸟号上，然后将火风号的机身往下固定在胯部。两侧装甲翻开，两管炮往后翻到底，头盔后侧接在火鸟号的后脑勺，把面罩盖起来。最后两边装甲调整一下角度就完成啦。武装合体火鸟号，火鸟号与支援战机火风号合体后的样貌，大幅提升了火鸟号的攻击力还有防御力，整体的性能也有显著的提升哦。要使用必杀技也需要合体之后才能够使用，但实际上就只多了个正面的装甲还有头盔啦，反正就是变强啦。合体之后，因为有戴头盔，所以身高有稍微高了一点点，来到了25公分。整台依然是塑胶，除了螺丝没有合金，但因为够大台啦，所以重量大概有这么重。对照原设定，本来想说完整变形合体，头变大是在所难免啦。但是看原设定头部也是有变大哦，表示本款是真的很还原。不过肩膀装甲依然没有像原设定那么突出啦，应该是为了最终大合体所做的妥协。这个头真的不是钢弹哦，虽然它真的很像，基本上把下巴涂成红色，说它是钢弹，应该也没有人会反对啦。身形会觉得有一点突兀，则是因为腰部的装甲毕竟无法像动画无视物理限制啊，所以会明显的一块挡在外面。还有就是腰间的变形机构折叠，外形上确实也会比较不好看，但这些都是非怪之罪啦，我个人是觉得还好。乐合体系列就是主打一个胶感，本款当然也是绝大部分都是塑胶成型色啦，但是胸前主要的金色还有胸前的火鸟都是涂装哦，只是你都要涂了，为什么红色部分也不顺便一下？另外除了胸前的金色之外，头部的角饰还有膝盖的金色也都是涂装哦。头部沿用火鸟号本身的头部关节，颈部是固定的，没有提供任何可动范围，整体的活动度还行，就抬头幅度比较低一点，但可以帅气的低头哦。身体因为是变形合体机构，所以不能转动，也完全不能动，但是胸前的装甲是可以往上让臂哦。手臂转动没有问题，稍微跟胸前打到，自己让个位就好。靠变形机构的根部可以外拉，只是后面会有断层。水平抬举幅度意外的优秀哦，只是肩膀装甲需要自己调整角度。上臂可以转动，手臂弯举的范围也不错。手腕前侧可以依靠变形机构来转动，不过这边有传出断裂的灾情哦。本款有附属一对可以参与变形的手手，以及3.5对的造型替换手手。2层的前裙甲都可以翻开，小小的侧裙甲也可以翻开。大腿前抬举是齿轮关节，可以到90度，而且这次感觉有比较紧的啦。水平抬举也是齿轮关节，虽然不到90度，但够用啦。大腿是变形机构，所以可以转动，也是齿轮关节。膝盖弯曲是双端的齿轮关节，幅度算是很不错。脚掌前段是齿轮关节的变形机构，脚掌本身无法前后做调整，但有不错的单向接地性哦。本款在可动性的表现上维持了乐合体通常有的水准，就是虽然没有腰转，也无法做太过夸张的动作，但是基本该给的范围都有到位，要摆出帅气的姿势也应该都足够啦。当然齿轮关节的虚位问题也还是存在。手臂后侧的火焰巨炮可以翻出来，设定是小型的光束炮。小腿胫骨的火焰飞弹舱也有重现哦，直接翻出来就好。里面有8颗飞弹，虽然不能取出来，但有分色分件哦。胸前的太阳回旋镖没有重现，你不能拆。背部的火焰加农炮可以翻到前面来哦，只是记得要拉开。收纳在背部的火焰之剑也完整重现啦。将机头上方的红色小机翼往上推，就可以将剑柄给推出来。展开之后，接上附属的剑身就完成啦。火焰之剑除了白色与红色之外，都有涂装，金色的发色也不错。中间的火鸟与本体胸前一样，采用不同的颜色来涂装。唯一的缺点就是剑身都是替换剑的，为什么还是给这么小把嘞？
有附属一个小收纳匣，替换手收、驾驶舱、火焰之间的剑身，甚至是火鸟哥哥都可以装在上面做收纳。但是替换手收换过之后，因为那个孔位会被撑大，然后就装不回去了。这个同系列之前就有这个状况了呢，毫无长进啊。身为勇者系列第2部的太阳勇者，但我个人对这部的印象比较不深刻，比较有印象的还是第3部的勇者大纲。太阳勇者反而是之后才回追来看的。但是最有印象的是主角合体的时候，火烧身体会把人类的外形烧光光，变成金色的机器人，这个画面算是蛮冲击的啦。还有就是谁知道火鸟哥哥在多年后会变成迷因图嘞？本款的表现就是中规中矩，是说这样也没有不好啦，至少不是退步，也没有出大事。虽然现在有手腕品管的问题，但是整体来说，无论是各个形态的还原程度、变形合体机构的还原程度，还有把玩性都已经相当稳定啦，没有惊为天人的结构设计，也不至于会有大惊喜，但至少不会有大惊吓。总之，情怀系列最新作够好看也够好玩，因为够焦，所以玩起来也比较不怕刮漆哦。童年债该买的还是要买啦，下一只雷鸟号早就定好了，再等哦。就这样，记得点赞、订阅、分享，拜拜。